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怎么做？我可能得坐稍微靠外一点的，这样我腿好放。你就坐那儿呗，然后我坐这儿刚好。OK。哇，等一下。哇，你要不要我拖一个外套给你？这有一个，哎，这，你不用拿这个垫子，这后面有一个布。谢谢。好了，我征用了。他们另外一组还没来吗？不知道这个大圆柱是什么？到时候一开帘子，一个美女，一个帅哥，一个新嘉宾。不会新嘉宾是这么登场的吧？哎，里面真的有个人哎。Hello。哟。你们这带的什么啊？这是礼物吗？这给我的吗？是啊。哇，咋这么贴心啊？等等，再来。我们先坐。我们来这边啊。哦。哇。我们也给你们准备礼物了，我们准备了大山里的空气，现在全部呼给你们。我真有逼了，你们猜一下是吗？戒指。对。哇，厉害！戒指，给。哇，这好漂亮！哇，现在就要戴上，好漂亮哦！哇塞，很合适哎。真的吗？胆这么大！你要马上体验一下。凉吗？有一点感觉。好厉害！美。是有谁想要摸一下蛇？我想。哇塞！你也请闻，你也请闻。我不闻。哇，这。我能挂一下吗？可以自己挂，直接挂上就行。我的妈呀，好大哟！别把它挂上，它自己会。我天！哇！你可让它一定在你身上待着，你不让它掉下来了。头在头在这儿。他说头在哪儿？还有谁想摸一下？我这里。你们都不怕吗？很可爱啊，很可爱。我要窒息了。我摸一下，软的，它很软。对，很可爱啊。哎，好 Q 啊！这个看好可爱。哎，好萌啊！可爱。谢谢，养的真好，很可爱。所以你们今天玩的怎么样？好玩吗？你们都去哪儿了？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哎呀，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而且绝对是你们单独来体验不到的。我们那也是你们单独来体验，我们包场了。我们包了几十座大山。你们是在山上干什么了？秘密保密。哦。
哎，那我们举杯吧，我们先敬一下今天吧。今天的老几也辛苦了，谢谢你们的礼物啊！来敬一下，敬一下。谢谢你们的礼物。空气，谢谢我们的空气。小轩，来，哦，这么搞吗？小新，白药，七月，来四姐妹，来四姐妹，来四帅，来，哦，咱们4个再碰一次吧，咱们是大拇指，大拇指，来，往我这边凑一点吧，他们咋那么多活儿啊？他们现在好有活力啊！哎，往我这边凑一点吧，我这边不好凑。我们像一群老年人。3、2、1，动筷，我们吃吧。我想来个羊排了。这。哇！我来敲吧。小心，直接吗？切吧。你试试看吧。哎，抬头。哎，拍得上？能拍到吗？能拍到吗？这样能拍到吗？我自己看不太到。来了 ，OK。哎呦，好诡异的，哎呦，还有好诡异的姿势。故事，我想一想，开始了吗？那来吧。那我就分享我的故事吧。其实我的故事还挺简单的了，然后这个故事呢，可能是能反映我内心深处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吧。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长得很高的，然后家里人也会比较担心我长大以后长不高。像我母亲她是1.6米出头，然后我父亲他是1.7米，然后可能也是他谎报的，所以家里从小就会比较担心我长大以后能不能长高嘛。我姥爷其实个子算比较高的，他有1.8米嘛，他就经常会帮我去量我的身高。就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应该都一样吧，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去拿那个笔往墙上画一下你这段时间长到多高了。然后反正这个故事呢，就是最后就是我长到这么高之后，我姥爷其实是唯一一个没有见到我长到这么高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我的性格呢有一种变化，就是我会有点，我内心深处非常害怕，在我还没有变好或者变优秀之前，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就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所以可能在这趟旅程中经常讲话呀，然后有很多表达，其实就是我很珍惜这趟旅程，然后我也很珍惜我们能现在坐在这里一起吃饭呀玩啊。我就很害怕在这趟旅程结束前，我没有来得及展示一个最好的。还是不太好，然后就特别紧张，然后也特别对不起我的 partner。没关系。在车上的时候，就一句话都想不出来该怎么说，但是就你就会就跟我聊天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在我心里已经非常优秀，特别有魅力。谢谢，我们都很有魅力了，大家都很有各自的特点。
来吧。OK， 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可能有点沉重，还有就是我表达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可能需要。没关系，加油加油，都在没关系。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我的篮球梦想啊。然后为了这个梦想，经历了很多训练，也经历了很多就是打击和嘲讽吧。我在学校的时候最自律的一天是什么样子？早上可能7点钟上早读，然后我6点钟会起来去操场先跑2公里。中午的项目是深蹲，下午放学之后要么是打球，然后要么是回宿舍练习那个哑铃，然后晚上就是为了长高的那个脚上套一个那个钩子，然后我就倒挂在那个单杠上面。但是就我们那个学校，它是非常注重于学习的。当时的高中班主任就告诉我们，就是要做好，每天就2点一线，然后孤独，然后学习3年的这种准备，就感觉这，不太是我想要的。然后，当时我就不太想读书了，然后跟我爸妈爆发了一次，比较大的争吵。当时我就把自己锁在那个房间里，不想去上学，然后我爸妈就在那个房门外就非常生气，然后我爸就在房门外就把我也算是陪伴了我很久的一个篮球拿过来，他说你要是带不出来，我就把他这个篮球给扎爆。然后这也算是我到现在为止蛮大的一个创伤之类的。其实我也尝试过弥补或者修复这样一个家庭关系。然后我在高3的时候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写了有6000多字。我想就念一下我当时的想法。可能这也是疏于沟通吧。我是特别不擅长面对面讲出自己想法的一个人，情绪跟你们讲的时候，情绪总是很激动。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也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无法强制干涉和改变一个人，只能相互支持，提出一些善意的建议。即使你认为那条路是危险的、自毁前程的、注定失败的，但是当一个人做出了决定，那就是他所必须经历的。成功也是他，失败也是他，这是他的选择，这些都是人生的重要体验。你们18岁的时候渴望冒险，然后现在40岁了，需求稳定。那我也像你们一样，等到40岁想稳定了，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再去想你们所想的稳定的事情，再让我的儿子也去考一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吧。然后后面虽然没有回信，但我能感觉到一些他们的改变吧。然后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算是一个就是比较隐私然后比较私密的事情，然后我不太敢在就是大家面前表达，可能大家会感觉得到我是还是一个有点封闭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能讲出这个故事，我真的有在努力改变我自己。其实我很羡慕你，我觉得你能够找到自己生活中的支点，并且你愿意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为它付出了很多。我觉得这点我很羡慕你，而且你真的
当父母觉得这些事情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你没有向他们妥协，这一点已经很棒了。因为我没有做到。你身上还有很大的魅力，然后这趟旅途中一定会展现出来的，我们大家都会看到的。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去跟我们一起相处就可以了。其实，那就直接来到我吧。我想分享的一个故事是我大学以后的学姐的故事，但是这个学姐呢，她其实60岁了。我是怎么认识她的？是来自我的一次支教经历。见到她那一刻，我其实觉得她不像50、60岁的那个年纪，说话的语调、语气都像一个少女。她从电视台退居幕后以后，毅然决然的就选择扎根到那个小山村，只是因为她看到了那个山村教育的落后。她一辈子目前为止无婚无育，无儿无女，父母也不在了。然后后面的时候除了这个事情，让我感到温暖的还有那些小孩子们，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反复否定自己的人，就比如说一件小事没做好，我就会全盘否定自己。但是那些孩子们，只是通过短短的一个寒假的相处，或者只是一阵子的陪伴，他们能记住你很久很久。一群孩子们叽叽喳喳的给我打电话分享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日常趣事，然后问我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想你。”我就觉得说，我是被需要的，我是有用的，我有被人需要。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感到幸福。我感觉你能捕捉到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并且让别人感觉到真的很美好，说明你本身是个很美好的人。那我来，我其实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们其实有9个嘉宾，就是其实我有个双胞胎弟弟，没发现吗？什么？没发现吗？可以猜一下我的双胞胎弟弟叫什么名字？黑曜。哦，因为我刚来节目的第1天的那个签到表上，我写的 MBTI 其实是2个，一个是 INTJ， 一个是 ENTP， 就是我的行为模式是 INTJ， 但是我内心那个黑曜，然后它是 ENTP。那接下来我就把黑曜召唤出来，让黑曜跟大家聊聊天。要变身。Hello， 你们好，我是黑曜，你们现在可以跟我打招呼了。啊，你好，黑曜。Hello， 黑曜。Hello。我哥哥白曜他其实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容易内耗、很容易质疑和否定自己的人。他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参加过艺考，然后到最后一试的时候，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高烧，他与自己理想的学校失之交臂了。但是他周围的人就开始质疑他，他当时的友情和亲情一起的去质疑他、否定他，然后他就开始质疑自己，说是不是完整的我不值得被人爱。然后他每天上学之前都要自己努力挤出一个微笑，然后跟他的父母说：“爸爸妈妈，我去上学了，我今天一定会努力学习的。”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也不去教室，到了教学楼里，他就会找一个角落，然后戴上耳机循环听一首歌，听一天。这样的日子他过了1个月，当时就像一个老鼠一样，他不敢见人，不敢见光。然后我黑曜就
我觉得其实你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说，因为我希望我们7个都能成为白药的黑药，在你的这档旅途中，还有你未来的人生中。我感觉他的情感很细腻，希望你的配得感高一点。以后也可以尽量大胆的展示所有感情，我们都会接住的，像你接住我们一样接住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点小感性哦，我就欢快一点，咱们就轻快一点吧。我从小到大有一个男闺蜜，我跟他相处了很久吧，然后我们也一起开心过、笑过、哭过，然后也吵架打架过。这个男闺蜜其实是我爸了。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爸的相处模式和传统意义上的父女的相处模式不太一样，相处起来很像朋友，没有说太多的那种威严感啊、距离感啊之类的。我之前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随口说的一些小事，我爸爸他全都能记住，并且给我落实到。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因为那边没有卖糖葫芦这，我又很喜欢吃甜的，我很想吃糖葫芦，我就每天跟我爸去念叨说，哎爸，我回去好想吃糖葫芦啊，怎么样。但我也就是随口一讲，我就觉得他也是随口一听。但是当我回家一推开家门，我就看到他手里拎了一个大袋子，都是串，里面就是他去买的糖葫芦，大概有8、90根吧。8、90根，8根、9根、10根。哦，8、90。我还找到了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很夸张。因为你带过来了一些糖葫芦。哇，我觉得很夸张，这么大一袋子，就是很多这种小点、小细节，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爱其实是非常大、非常大的。然后呢，我爱你，宝宝。爸爸看到了吗？学着点儿啊！那我来讲吧。来吧，能王。来吧，能听。就故事的开始，有一个小男孩突然掉落到了一个新的岛屿上。然后他来到这个新的岛屿，他感到非常彷徨，因为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他也没有熟悉的朋友，只能自己一个人探索这个新环境。他尝试着去学习当地部落的语言，然后尝试去融入当地的文化，但是好像行不太通。就其实那个小男孩就是以前的我，对，就我那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刚从广州就转学到马来西亚上学，到那就一个全新的环境。一开始我就尝试去交朋友，然后我就尝试着怎么跟他们去玩、去交友，但好像就怎么样尝试都还是融入不太进去，就每天就很孤单吧，然后就很内耗。但是后来我慢慢的我也开始习惯了，就我觉得好像一个人也挺好。正是因为有这些以前的经历，才能让我在新的环境或者不同的环境也好，可以更好的去适应，然后去生活吧。我非常能懂你这个感受。每个时间的自己都是人生中的一小块碎片。对，哇，我想分享关于友谊的。我从小到大的友谊都感觉是被爱包围着、包裹着的。就是从我初中的时候，我在一次校运动会上跑步比赛，我自己给自己绊了一跤，然后骨折了，去医院打了石膏。当时我就哭了，然后我爸我妈就很关心我说是不是疼哭的，但其实不是，因为那会儿也小，就很怕那种落单的感觉，可能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在走廊上嬉戏，课间的时候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玩，我就觉得好难过，然后想想就哭了。但其实我的初中的同学都对我特别好，他们就手写了一封画，这种简笔画，就这种。然后下面有我们班所有人的签名，就祝我早日康复。然后其实上面有一个很搞笑的是，我上课流口水，然后他们也给我记录下来。这是2017年的照片，我存到现在，舍不得删。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就是说，路过我们世界的每个人，其实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其实你们也是在构成我本身。我不希望因为我们旅程中可能因为环境和时间有的一些小心动，就会影响我们做朋友的机会。然后也很高兴遇见你们。
今天高兴遇见你，七月。很高兴遇见你，特别好，特别好。哎呀，别夸啦。那接下来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我敢说我是在场收到红色感叹号最多的人。被拉黑了啊？对，其实我很容易被骗。讲一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被骗吧。我之前比较喜欢爱看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然后有一次音乐节呢，票就比较难买嘛，然后找了一个网络上的渠道买了这个票。黄牛，他就让我给他转口令红包。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啊，急头急脑的我就给他转了，我生怕这个票没。转了以后呢，我就说我的票出票了吗？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红色感叹号。然后我去某书上一搜，就发现口令红包的钱好像是追不回来的，而且你永远都不知道收款方是谁，我就没有办法通过正规渠道去追回这个。然后第二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场跨年演唱会也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售票渠道的，我就找了一个人，他的朋友圈大概是有点像主办方的赞助商，所以他可能手里有点工作票。然后我转过去以后，我说快点给我寄顺丰款，就是票一般是文件夹嘛，结果那个是一个快递盒，然后我还以为他还给我寄了什么小礼品之类的，然后我就当着我的朋友面还给我录了开箱，我说我要给你们开票了，然后打开2包鸭头，衢州特产。提高反诈意识，有些时候不要太执拗。感谢大家精彩的讲述，今天的1001夜故事分享结束了，请大家分头留言。但是今晚还有一个特别环节，为了感谢你们今晚的故事，留言录制完毕后，你们可以往神灯里放一个心愿，神灯会在旅程结束前实现你们的心愿。我是7月。你今天玩的开心吗？感觉你这人还蛮神秘的。这里是黑曜。但是我真的会被搞笑的男生吸引到。这些开心到底是因为刚好我们被安排在一起，感觉错过了很重要的一天。就这样，拜拜。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来，你给他盖上。来，你挡着。OK。OK， 加油！谁要先去听啊？我们谁先去听一下留言呢？那我听吧，我最近。好呀。好吧。我们好像都是一个容易内耗、容易焦虑的人，就很尴尬，就只有咱俩在接触。好疑惑的感觉，怎么了？你先说呢，你先说回应。我没收到，我没收到。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7月，我是小新。Hello， 7月，我是潘伟轩。7月你好，我是胡一阳。Hello， 7月，这里是黑曜。Hello， 7月，这里是黑曜。没想到的是我吧？
其实很遗憾，第一天没有时间和机会和你相处。今天我们虽然只有短暂的相处，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你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照耀、温暖、鼓舞着周围的人。你唱呗，我唱了。没关系，爱吃辣。我比你辣。你这样我就，我来。同时还发现了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共同点，就比如说我们都去过特鲁姆瑟，并且我们都还挺喜欢吃重口的，还有我爱吃榴莲。然后我也特别羡慕和欣赏你的自信。如果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我想和你有更多的相处。我其实还蛮会做饭的。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你希望我给你做的一道菜是什么？哦，对了，我还想补一句，就是我的馕肯定比你的辣。就这样，拜拜。这么长吗？酸菜鱼。酸菜鱼。酸菜鱼是什么？酸菜鱼是什么？我感觉应该是跟它同行的鱼。Hello， 七月，我是小璇。Hello， 七月，我是小璇。然后我们今天又刚好被分在了一组，就又是校友局。为主，是不是刚好因为是对方，所以就会开心呢？还是其实如果有个不同的走向也是会一样？所以我想问你的其实就是，如果你收到这条留言的此刻是开心的话，就说一句我很开心，对，这是我的问题。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我感觉，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还没有相处特别久，然后感觉还可以再多接触一下，让我听吧，我都站起来了。哎，好难受，别把自己折叠到一起了。
杂音怎么那么长啊？七月你好，我是易阳。七月你好，我是易阳。就像今天故事里讲的，我有一个小缺点。今天早上本来蛮想跟你分到一组，但是因为自己有点封闭和被动，还有点胆怯，最后还是没有鼓起勇气，有点小遗憾，感觉错过了很重要的一天。感觉错过了很重要的一天。所以我的问题是，想知道和今天一起的男生相处的怎么样，会是你心里比较理想的类型吗？我感觉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还没有相处特别久，然后，感觉还可以再多接触一下，咱们4个去一个吧。3号回几天？3号回几天？对。我去，来吧。Hello Milk Tea 小新，我是恩恩。OK，小新今天玩得非常开心。Hello， 你好，小新，我是张兆宇，没想到吧，又是我。感觉你今天还是怪搞笑嘞。昨天听到你的回复以后，用一句话描述一下自己当时听到我说你名字的心情吧。就是光在想名字了，没有其他额外的感受了。昨天听到你的回复以后，心情是，本来想找你多聊一下，可是没有什么机会啊。今天听了你分享故事以后，我觉得还是，你在短短2天就让我们都深深记住了，说明你人非常的好。
还能叫的。要是你想跟我再相处看看的话，就听完录音回来坐下之后找机会跟我说一声。毛毛，你这个发卡蛮可爱的。如果你觉得咱俩更偏向铁子关系，或者是更偏向朋友关系的话，以后就不许叫我小明了。然后夸我一句张兆宇哦，我觉得你这个发卡还蛮不赖的。不过别有压力，不管你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都能变成很好的朋友。谢谢你，拜拜。要是你想跟我再相处看看的话，跟我说一声。毛毛，张兆宇，我觉得你今天的发型非常好看。张兆宇，我觉得你今天的发型非常好看。如果你觉得咱俩更偏向铁子关系，或者是更偏向朋友关系的话，张兆宇，我觉得你今天的发型非常好看。我去吧。Hello， 我是小新。前一天和你的接触不多，但是今天我们玩的真的很开心。睡着了。哇，好搞笑你儿子呀！我感觉很幸运。你今天玩的开心吗？对我这个搭档还满意吗？今天在滑冰场的时候，一开始我注意到你有一些紧张，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一起完成了挑战，感觉你很棒，你很勇敢。马上都要滑到终点了，坚持一下。所以呢，我想把今天的徽章送给你，作为一份鼓励。不过这个徽章我自己得的也是来之不易，所以要想得到这个徽章，需要和我完成一次石头剪刀布。如果你赢了，我就把这个徽章送给你。现在我出的是布，轮到你出了。我出剪刀。剪刀石头布。现在我出的是布，轮到你出了。我出剪刀。OK。给你，这个冰系大师啊。谢谢。我会好好保管的。好的。其实我们应该先去那个小湖这么有力气了。那小小胡不要这么激动啊！拿住吧，拿住吧。没事。哇塞，这么帅！回复了。我去。没事。都还不太熟练。Hello， 小轩，我是妍妍。Hello， 小轩，我是妍妍。其实这2天我跟其他3位男嘉宾都有一些接触。其实昨天留言本来就想留给你的。但是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接触，所以选择了跟你拍最后一张照片。6倍啊！哇！大天
天视角。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但是这2天的相处下来，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绅士、很会照顾人的人。谢谢。所以今天我很想把留言留给你。想知道你们今天发生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明天我们可以多多沟通接触一下吗？我对这条留言的回复是可以的，当然可以的，可以的，当然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小轩你好，我是7月。今天也是很开心的一天，和你一起完成的那些体验也都很有趣。那是牛奶味的。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对我对每一个人都很照顾，你好像永远都不会生气。好像也不太考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今天的问题就是，我对这个留言的回复是，我不要，我不要。你好像永远都不会生气，好像也不太考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今天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用最大的声音喊一个“我不要”？我不要。好机车，我不要。多多沟通接触一下吗？我不要，我不要，不要，我不要。去吗？我不去了。还一条。没有了吧？几条？2条吗？2条。对啊。走过场吧。小心小心。走吧。此刻我们先发瞬间。哎，是的，没错。树洞时间到了。充满民族风情的乌鲁木齐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初印象？相信有趣的灵魂总能解锁不同寻常的风景。现在，请每人选择一段今日最想分享给大家的视频，通过搜发送瞬间，和灵魂挚友共享你的今日瞬间吧。对，我们有一个视频。我们这样也可以，就这个也可以。可以放。我觉得这个，我也觉得这个。这个吧。我们是大拇指组合。发布成功。现在大家可以在 Soul 查看彼此的瞬间，有趣的灵魂千千万，总会遇见懂你的那个人。那我可。我们看一下，哇塞，我们明天要干嘛呢？向记忆申请数据恢复。系统提示：
加载中，此版本或已停更，明日请穿好校服等待通知。哇塞，那明天干嘛？哦，没啦，什么意思啊？明日请穿好校服等待通知。回到第一天的意思吗？什么意思？看一下。不是吧？是不是有人要来呀？有可能，就等于是我们的数据恢复到第一天，然后有新的人来了，不然不会穿校服。对，猜一下男生女生？我觉得可能是一起来，期待一下吧，那就可以啊，可以啊。他们关门了吗？他们不会已经睡了吧？哎，不至于吧 ？Hello。哦，你们全体出动了。就是能不能跟你们4个换一个房间？因为我们的房间它有点冷，然后女生可能在冬天有点怕冷。可以啊，可以啊。好，谢谢。7月，我能和你出去，可以聊一下吗 ？OK。那就在这聊也可以。可以。我刚才看那个手册，不是讲到那个校服吗？然后我的名牌不是在你那儿吗？好。所以，那你等我。OK， 那我在这等你。好。 OK。所以玩的怎么样？你和小轩感觉相处的还好吗？好玩吗？感觉还是属于一个，因为还不久嘛，大家接触的状态，对，还是觉得多接触几个人，是挺好的。你觉得呢？今天？我今天反正玩的还挺开心的，我觉得冰湖很好玩，然后我们4个也都玩的很开心。所以你今天感受还不错。我感觉还挺好的，也认识了一下新的同学吧，因为我和那个恩不是第一天也没什么接触嘛，对，所以都还在一个接触的状态中。OK。那我们可以住这个，就我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那我们找一下7月好不好？7月他俩在私聊。哦，那我们不找他们了。7月今天晚上给谁留的言？你有问问他吗？我感觉他应该给小轩留的。我推测了一波。小轩，就是我想想，我当时还是给小新留的。你给小新。对。不过谢谢你的名牌，我们明天又回到这个第一天的感觉，期待一下新嘉宾们。你猜男生女生？我猜1男1女。真的假的？我猜一下来2个吗？反正我现在要不去看一下我的房间，你们想不想换房间吗？不是。对。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如果你们觉得不冷的话，其实是可以换的。黑板要更新了！哇！重要通知，请同学们一起去上学了。那我跟你说。好，来吧。哎，这可算了。那我要坐最后一排，上课喜欢坐第一排。哦，还有一个人的位置，新同学吗？有人来了。而矛盾先生是南方人，还有谁生于南国？
开音乐课。他懂啦，好好听哦。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学生，还有一个嘉宾。Hello， 大家好。哇 ！Hello， 大家好。作为新加入的转校生，你将获得一次私聊机会。Hello。嗨。这一排让我选一个，3号选了。猜一下，一进来的时候印象最深的第一眼。爱学德语，有点不太记得刚刚看到。一切都是天意。其他几个男嘉宾对你的心动要稍微那么多一点点。用清晰的回应吧。今天这种开屏的瞬间竟然有3次。你愿意做我的滑雪小教练吗？他没有，那你发出来怎么办？你能不能优先坚持看看？是被联想式桥流。